说真的。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大家早安，我是一肉一肉。今天我们来到了秋田的千秋公园，这边是由久保田城遗迹整备而成，它这边也是日本百大名城之一。那这边跟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它不是以地名来命名的，所以它不叫秋田城，而是叫久保田城，是非常漂亮的日式庭园公园哦。那我们身后这座玉鱼炉，它也很特别，是整个久保田城中8座玉鱼炉中唯一还原重建的。那以前是作为防御功能，像是监视啊，或是武器库的作用等等。怎么又有点想到世纪帝国的箭塔呀？哒哒。从秋田站步行约莫10分钟即可抵达的千秋公园，是一座16公顷、占地广大的日式庭园公园。若边走边拍照，慢慢欣赏，大约需要1到2个小时。于1896年由日本近代公园设计先驱的长冈安平改造成风景优美的日式庭园公园，并由汉学者狩野良知以秋田的秋结合象征长久的千，命名为千秋园，后来统称为千秋公园。园内种植的植物种类繁多，特别是700棵的樱花树，在樱花季可是甚为知名，是日本百大赏樱名所。另外还有紫藤、杜鹃以及荷花，再加上秋季的红叶，都是人气的赏花景点。公园内也种有成功复育的大鹤莲，据说这种莲花源自2000年前的种子，花色淡红，花朵直径可达25公分，花茎更高达1.5公尺，是属于大型莲花品种。园内还设有神社、历史资料馆等文化设施，是一座结合自然景观及文化气质的优美大公园。长冈安平在整建千秋公园时所设计的第一座池塘吴越池，幽静雅致，池中设有3组雪见灯笼以及喷水装置，池畔还设有木架提供紫藤攀爬。我们5月底造访时，正逢紫藤盛开不久，美丽的花朵与水面倒影相映成趣，非常的漂亮。创建于1881年的弥高神社，原名平田神社，供奉秋田出生的学者平田笃应。1909年时合并供奉农政学者佐藤信渊后，更名为弥高神社，成为2位思想家合祀的神社，是祈求学业成就、考试合格、比赛必胜的知名神社。第12代秋田藩主佐竹义遥是秋田的最后一位藩主，他也是田城湖畔御作石那边佐竹义隆公大约第10代的孙子，是治理秋田非常有功绩、深受爱戴的良君。原同向于1915年为了缅怀义遥公的德行与本丸所建，然而在太平洋战争1944年期间被拆除回收，仅留下基座。1953年佐竹家再次捐赠新像，但市民普遍反映铜像太小啦，感觉有些寂寞，希望能够恢复原尺寸。于是，在1989年依照原来的尺寸进行了复原重建，重现其威严风采。八幡秋田神社除了供奉日本传统神祇外，也供奉历代对秋田有贡献的藩主。神社所贩售独特的鸽子形状御神签也深受游客喜爱。毗邻的羽次郎稻荷神社，其朱红色的鸟居非常显眼，并且有一段神奇的传说。据说这里原本住着一位名为羽次郎的狐狸，在修建久保田城时，狐狸与初代藩主佐竹义宣公说：“修建城堡后，我就无家可归了，只要给我个安身之处，我愿意为你效劳得死。”于是义宣公便将附近的土地赐予狐狸，狐狸则成为往返秋田以及江户之间的信差。后来狐狸不幸遭到其他信差的陷害而亡，佐竹义宣公为了纪念他，于是修建了这座神社。神社内的狐狸石像形态各异，值得大家细细慢慢的观看。
在神社的后方还有个平台，可以远眺美丽的虎跃池。神社的旁边就是玉本丸基，位于本丸西北角的久保田城御宇路，是城内8个防御路城角箭楼中唯一一个还原重建的，为3层4阶瓦顶鲁门。路内需购买门票，馆内展示着秋田历代藩主以及佐竹氏的功绩，最上层还设有展望台。但由于我们后面还跟秋田美人有约在先，所以就先不进去了。久保田城表门是本丸正门的进出口，此处在警备上被视为极为重要的地点。正门南侧还设有负责守卫门口的御藩头局，门的下方也设有用来警戒入侵者的御物头御藩所。这座门是根据文献资料以及考古挖掘，从1999年开始，历时2年重建完成，是2层木造覆瓦的鲁门，规模宏伟。御物头御藩所是城内唯一现存藩政时代的政府机关建筑，推测自18世纪末保存至今。昭和时期曾经整修过，现为秋田市指定有形文化财。此处是负责2之门的开启关闭以及城下的警备、消防、灭火等事宜的物头执勤所。这边是哪里？为什么看起来好像很高级的样子啊？我们刚刚逛完千秋公园，那千秋公园里面有一个文化设施松下，它是那个舞伎的剧场，所以我们中午呢就要在这边边看舞伎，美丽的舞伴搭配美食，哇，东西都好精致哦，好漂亮哦！这边不管是它整个装潢啊，或是餐点，我觉得都好有感觉，好美哦！天啊，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真人舞伎表演哎。对啊，很期待。然后这也是日本国粹吧？应该是哦。好。然后我刚刚在楼下看，他是说今天表演的舞伎小姐姐是Otowa跟伊洛哈这2位。伊洛哈。那有没有男舞伎伊洛伊洛哈哈哈哈？反串是不是？是喜剧吗？由千秋公园内原本的老字号料亭歌烹松下所改建的秋田文化设施松下，最具特色的当然是能欣赏秋田舞伎表演的秋田舞伎剧场。在川反地区，从大正到昭和时期曾迎来最辉煌的年代。据说当时的舞伎和艺伎曾多达200多人，他们举止优雅，谈吐得体。有位文学大师曾在小说中赞誉川反町的舞伎和艺伎为秋田美人，这也被认为是秋田美人一词的由来，与金美人、博多美人并称为日本3大美人。为了不让这份珍贵的文化就此消失，自2014年起开始重新培育舞伎，并于2018年成功复兴了睽违30年的秋田川反艺伎联。秋田舞伎剧场中每日有不同的舞伎登场演出，每周6举办2场定期公演，分为边享用午餐边欣赏舞蹈演出的中午场，以及体验茶道宴会游戏舞蹈欣赏的午后场。两者在表演的中段及结束时，舞伎都会逐桌与宾客聊天，让人感受到秋田人的热情款待以及文化魅力。这2种活动都要事前预约，我会将官网资讯放在资讯栏，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查看。值得一提的是，秋田舞伎有别于京都舞伎的另一特色，是其腰带绑法为独特的Yanoji Musubi。也因秋田地处高纬，日照时间较短，女性肤色通常较为白皙，因此妆容也偏自然淡雅。当天在酷豆上的引领之下，有2位舞伎Otoha以及伊六哈担纲演出，无论舞蹈、交谈、妆容、礼仪等，都受过完整的专业训练，对应着传统乐曲的节拍舞动，姿态从容优雅。以前只有在漫画或电影中才能看到的舞伎，第一次能近距离亲眼欣赏到，真的是一场既难得又开心的体验。如果大家也想一睹秋田美人的风采，体验秋田的传统艺能与文化魅力，秋田文化产业设施松下绝对是必榜之地。看完了，我觉得很震撼呢，这辈子没有看过这种表演。没有错，想不到，真人版的这种舞伎现场看起来会让你内心有一种感动的感觉。真的很专业，而且他们就是跳完之后还会就是每桌过来跟你聊天，那我们就又
很破的日文跟他们聊天。天啊，他们这样子真的好辛苦、哦。我也是真的觉得很辛苦，而且很厉害哦。他们居然会5种语言哎，他们是说，不论是哪一国过来这边参观的朋友，他们都必须要用他们的语言跟他们沟通，让他们了解。对，就他们都会学一些基本的，比如说问候啊、沟通，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很辛苦哎，要会跳舞，要学语言，太强了，太强太强。觉得好感动哦，就是他们这一种舞技算是日本的国粹，那现在都还有年轻人愿意去学习传承这一块技艺。像我们台湾，我们自己的歌仔戏、布袋戏其实很难传承下去，但是他们这边的年轻人还愿意来学习这一块，真的是蛮值得鼓励的。对啊，大家如果有来就是秋田市千秋公园，我觉得真的就是中午过来，可以过来看一下表演，然后吃个饭，我觉得就是欣赏一下不同国家的文化，我觉得也是蛮特别的体验，非常的棒啊！欢迎大家过来这边感受一下。位于秋田的民俗艺能传承馆是体验与认识秋田干灯祭相当重要的场所。干灯祭在秋田是夏季非常重要的传统文化，每年夏季的8月3号到6号连续4天举办。那这个活动也被登录为日本国家重要无形民俗文化财。干灯祭跟青森的睡魔祭还有仙台的七夕祭合称为东北3大祭。我只知道东北有3宝：人参、貂皮、乌拉草。想不到日本东北也有3大祭哦，干灯祭、睡魔祭以及七夕祭啊！わかりました。欣赏完秋田舞技迷人的舞姿后，当然也不能错过秋田另一项重量级文化——干灯祭。从松下步行大约10分钟即可抵达秋田市民俗艺能传承馆，是保存和传承了秋田干灯祭文化的重要场馆。如果无法在祭典期间亲临，秋田市民俗艺能传承馆则是体验与认识秋田干灯祭的最佳场所。干灯祭最早起源自江户时代中期，原是用来驱除病魔与睡魔的传统仪式，随着时代演变，逐渐发展为今日盛大的节庆活动。干灯是在高耸的竹竿上悬挂满满的灯笼，远远看就像是结满稻穗低头的稻米，也有祈求五谷丰收的意涵。馆内除了展示干灯祭的起源、舞蹈、音乐以及相关工艺，挑高的展示厅也陈列着与实际大小相同的干灯，也提供从迷你版到标准尺寸的干灯，供旅客亲身体验挑战平衡技巧。像我们这种幼幼班选手还没撑起来就开始摇摇晃晃，直接被旁边的弟弟秒杀 KO。身为台湾陆军仪队的猛男，以前每天在操枪、在提枪，没有错。现在来到了秋田，干灯提起来，大丈夫？那你要提哪一个程度的啊？哎呦，弟弟帮你把最轻的拿走喽。那我就从幼幼班入门的开始来试试看，避免待会浪惨。刚刚不是信心满满啊！天哪，这拿起来小 case 比礼枪还要轻啊！真的假的？当然不要丢脸喽。一对礼枪可是6公斤呢，但我发现它不是重量，它是平衡感的问题。对，你要找到重心哦。对吗？对。哦，有模有样，哦，很强哎！你输了啦，弟弟比你厉害，好厉害哦！弟弟超强的，好强 ！KO！ 太强了，太强了，太强了！怎么办？刚刚还有人在那边夸下海口，旁边弟弟太强了，我真的不敢丢人现眼呢。那你来挑战看看。其实我觉得有点难呢，要找到那个重心。对，就是它不重，但是就是要抓到它的平衡点。啊，旁边那个弟弟好厉害哦。对啊。来，换你来试试看，说不定你可以脱颖而出。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有没有2秒？哎呦！
谢谢。我好像比你厉害一点点。哇，还不错哦。好，嘿。哎，我的老婆怎么不见了？啊，买太多了啦！天啊，你来爆买没办法，出国买伴手礼是一定要的。秋田县代表性的传统和果子秋田猪月，制法是将红豆烘烤后磨成粉末，再压制成不同的形状。这间创业于1922年的秋田猪月专门店豪如堂，将这种起源自江户时代的古老点心，在保留传统制法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将点心的硬度、大小调整得更适合现代人食用，同时提高了和三盆糖的纯度，让猪月吃起来入口即化，香而不腻。最特别的是，店内还推出了多款以秋田在地文化为造型的猪月，例如秋田犬、声波鬼等等，不止好吃，还很有意义，是来秋田旅游必买的伴手礼之一。至于可爱的秋田犬以及声波鬼，我们后续的影片也会为大家陆续介绍到，敬请期待哦。开箱。看一下刚刚买的伴手礼，它叫秋田猪月，是秋田代表性的和果子哦。好可爱哦。对呀，我们就买了超可爱的秋田犬，然后大家也可以买像是声波鬼啊或干灯等等这种比较有秋田代表性的形状，送礼自用两相宜。跟我们的绿豆糕口感像吗？一开始是脆的，但最后融化之后化掉那个口感很像绿豆糕哦。红豆泥耶，好特别哦。但比较惊讶，我本来以为一吃下去就会化掉，但没有，它一吃下去是先是脆的，最后才是化掉，蛮好吃的。原来如此。这一座修建于明治末期的欧式建筑红砖乡土馆，它是由旧秋田银行总行来改建而成的博物馆。外墙是以红砖墙为主，那内部是巴洛克式的风格，至今已被指定为国家重要文化财。红砖乡土馆由3栋建筑物构成，红砖馆、管理栋与收藏铺。这栋建筑原为旧秋田银行本行，内部由新野南三郎负责设计，外观则由山口直昭负责规划。自1909年动工，历时3年，于1912年竣工落成。正面两端有圆柱状结构，屋顶采用铜板与北欧风格的屋脊造型，外观则以红砖搭配白色瓷砖和秋田特产的南鹿石，融合了文艺复兴风格，呈现出典雅又不失气势的视觉效果。这栋建筑自1969年起长期作为秋田银行使用，并成为秋田市熟知的地标之一。1981年为纪念秋田银行创业100周年与秋田市实行市制90周年，秋田银行将此建筑捐赠给秋田市，并于1985年以红砖乡土馆之名正式开馆。内部装潢同样别具匠心，楼腰处使用深绿色的蛇纹石，天花板结合处饰以木雕，阶梯与墙壁皆以白色大理石细致打造，洋溢着巴洛克风格的华丽美感。欢迎来到头取室。头取室是什么？天哪，是断头台吗？我刚刚也以为，我刚才想说这台是断头台，我把头伸进去，头又不见。没有了，我刚刚查了一下，头取室其实就是头取，它是日本银行业特有的职称，有点像是银行的总裁或是董事长。所以其实这边是最高管理者的办公室。原来如此，头取室。带大家来看看我在秋田的小密室啊！我怎么不知道有这边？你看，这是以前银行的金库哎，超大的，而且它里面这个金库大到竟然还有楼梯，是2层楼，多少民脂民膏在这边啊！我的天啊！可以放不少的钱呢。啊，你看这个金库这么的大啊！可是我的钱呢？
为什么这里面空空的？此外，馆内也设有2座艺术展区，分别为木版画家的盛平德兹纪念馆以及金工艺术家关谷四郎纪念室。盛平德兹纪念馆展示了盛平德兹自学并创造出的独特多色版画技法作品。关谷四郎纪念室展示了关谷四郎以锻金技术制作的各种作品以及使用的工具。同时，关谷四郎也被认定为国家重要无形文化财持有者，对日本金属工艺界贡献深远。太华贵了，哇，这个壁炉好华丽，好漂亮哦。这好像就是刚刚看到说是蛇纹眼，好像就是这个。有人觉得太好吃了，居然加点了4球。没有错，因为我刚才夸下海口说至少可以吃6球嘛。啊，刚刚已经2球了嘛，再加这4球，太好吃啦！推荐，推荐，真的不错。说到日本3大乌龙面，分别是香川的赞岐、秋田的稻庭以及群马的水泽或长崎的舞蹈。感兴趣的大家可以去看我们之前香川的影片。赞岐乌龙面的特色为手打法制成的粗面条，弹牙有劲儿；而秋田的稻庭乌龙面则有着截然不同的风味，以手研技法制作，再经过干燥，呈现干面状。在日本江户时代，曾是进贡给将军及贵族的贡品，一般庶民难得一尝。烹煮后的面条呈现自然光泽，口感细致滑顺，却又不失弹性，属于清爽派的乌龙面。我们这次造访了秋田当地名店佐藤养助，是一家创业超过100年的稻庭乌龙面老铺，至今仍坚持全手工制作，以传统制法打造出滑顺与弹牙兼具的面条口感。人气招牌是一次吃得到酱油和胡麻味噌2种蘸酱的2味天竺塞乌龙面，另外尝得到冷面和温面不同弹性滑顺口感的美味对决天妇罗乌龙面，也是热门餐点之一。吃吃看啊！海当，它的面看起来亮亮的，好漂亮啊！而且它的面感觉比较细哦，跟香川的乌龙面不一样。香川是那种比较白白胖胖的，这边的是细细扁扁的，听说滑顺感一级棒。没错。先来吃个酱油口味的，好，试试看。没想到它面那么细，但还是很有 Q 弹的。哦，真的吗？马上来试试看。哇塞，很 Q 哦！哇，那个面好 Q， 好 Q， 好 Q， 好好吃哦！又 Q 又滑顺，它这个口感有惊艳到我。有没吃过的口感，没有吃过的口感。千万不要小看它面体这样细细小小。哇塞，真的是短小精干。真的没错，我还就想说跟面线有点像，但完全不一样。对，那你吃吃看胡麻口味的，你那个应该就是酱油的嘛？酱油的。好，那我吃吃看这个。好。胡麻我觉得比酱油好吃，我私心觉得胡麻比较好。这是没吃过的味道。大家下次有来佐藤养助，不用想太多，冷面直接点下去就对了。冷面我们帮大家吃过，真的是顶，好吃哎。巨好吃，巨 Q。巨滑顺，这个口感跟这个素面的那个感觉，我觉得我这辈子不会忘记。真的。第一口刚入口那一刹那，我真的有被它惊艳到。有惊艳到哎。你们可能会觉得我太胡乱了，那就来吃啊。但是你们来吃，真的就是，我跟你讲，我这个人就是最实在的。你们看我平常口拙成这个样子，没有其他夸大的形容词。真心推荐，好吃就是好吃。今天带大家一路从五季走到了干灯季，参加了东北3大祭的其中之一，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那也已经凌晨1点多了，刚过完档，我们也准备休息了。期待今天的影片大家都能够喜欢哦，也请大家多多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出去，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影片见。哇，这个这样子，我一个人我可以吃个，我觉得我可以吃个6球、8球都不是问题。应该是3点。你看1球这样数完就没了。那是3点吗？等一下看看啊。